没有什么关于车身的问题是拆一辆车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拆一辆。大家好，我是整车架构开发工程师姐夫哥。谢邀，我是姐夫哥。国产 Model Y 与国产新 Model 3，自从今年1月份上市以来就热议不断。大部分人看到了 Model Y 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辆长高长胖了的 Model 3。那定位 SUV 车型的 Model Y 和轿车 Model 3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拆了白车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Model Y 车身上增加了这样一个有130毫米的过渡支架，来把前排人的坐高抬起来。我们可以推断 Model Y 是特斯拉的工程师基于 Model 3的整车架构快速打造出来的一款具有 SUV 乘坐感受的车型。接下来我们从整车架构集成维度解析 Model Y 开发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虽然纯电动汽车比燃油车有着较低的用车成本和更加平顺的驾驶体验，但仍然存在着如里程焦虑、安全焦虑等问题。而特斯拉以其在续航里程上的绝对优势，慢慢在燃油市场杀出一条血路，并结合广泛的布局超充桩来缓解里程焦虑。下面我们来看看特斯拉的工程团队在打造 Model Y 这款车到底运用了什么技术来提升其续航里程的。第一，降低整车的阻力，无前格栅的造型，更加圆润流线的造型风格。整车底部完整的底部护板结构，以及在配置上采用了低风阻轮毂、无框车门和隐藏式门把手。第二，在整车上布置更大的电池包，在相同的整车尺寸里来存放电芯，这就像你买的房子一样，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得房率更高。第三，通过提高电池包内电芯的布置效率，我们发现特斯拉 Model Y 采用无框加3根纵梁的一个电池框架结构，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实现比几年前的 Model S 有15%电芯布置效率的提升。还是以房子为例的话，这就像房子经过你装修之后，房子内的空间得到了有效的布局利用，从而可以摆放更多的东西。关于安全焦虑上，刚才提到特斯拉 Model Y 电池包采用无框加3根纵梁的一个框架结构，并没有像其他车型有一个完整的边框加横梁结构。这样做除了刚才说的可以支持布置更多的电芯之外，没有了侧框会带来碰撞安全问题吗？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分析之前，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历经近100年发展的传统白车身结构。如果我们把传统车身结构抽象化一下，它主要是由纵横交错的大梁结构组成的一个框架结构，从而支撑整车的前面、侧面以及后面的碰撞工况，来保护乘员的安全。其实特斯拉的工程师就是统筹考虑了车身和电池框的框架结构，并整合形成了完整的一体结构。在电池框内的纵向梁结构上，通过两边的纵向梁结构与车身的前部纵梁以及副支架的纵梁结构形成完整的一体纵向结构，在整车的前部碰撞工况中承载和传力，同时还可以保护电芯，避免在前碰工况有结构侵入挤压电芯，从而造成安全隐患。另外，在无侧框的电池包结构上，车身自身的门槛结构匹配车身地板上方的横梁结构，门槛作为变形吸能结构，而车身横梁作为支撑结构。另外，电池框内的3根纵向梁结构与车身横梁结构纵横交错，并在交叉点连接固定，让电池包内的纵梁通过连接点来缩短车身横梁的长度，从而提升横梁对于门槛吸能结构的支撑强度。最后，在电池包与车身的基础上，电池包内的纵向梁结构与车身的横梁结构纵横交错，还可以防止地板横梁以及地板向下变形挤压电芯造成的一些安全隐患。通过这种突破性的集成方案，不仅提升了电芯在整车上的集成效率，还提升了整车的碰撞安全性能，在整车的成本和重量上也有比较大的收益。这就等于你买了一个房子，得房率很高，经过装修之后，空间利用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安全性能没有牺牲的情况下，
整车的续航里程得到了提升，这本身就是一种科技，也是工程上的好设计。此外 ，Model Y 还有一项技术，就是此次应用在 Model Y 车身上的一体式大型铸造车身结构件。特斯拉的思路非常简单，那就是化繁为简。一般车型的后地板结构大概会有60个左右的冲压钢板拼接而成，而 Model 3的冲压件的数量大概超过70个。一体式压铸工艺可以将这一堆零件集成为一个，连接点的数量由原来的700到800个左右，减少到现在50个以内，而制造时间也可以由原来1到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现在3到5分钟。那一体压铸工艺是怎样的呢？将融化的铝合金溶液从一个端口注入到套筒中，然后活塞推动，快速并高压的将铝液注入模具中。这个高压推动也是有速度要求的。首先开始时要以一定的速度推进铝液，待铝液充满整个套筒之后，快速的将铝液压射到模具内，最后冷却形成零件结构。可以想象一下，用针管打针，输入的药物需要使用的速度是，首先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推进。另外，特斯拉在 Model Y 上应用一体式的铸造后地板结构，应用的材料也为全新开发的新型压铸材料，支持实现压铸后的零件在不需要进行时效处理的情况下，既可以满足强度和塑性要求。说的通俗一点，传统压铸件的材料需要经过2个阶段的热处理，才会形成稳定的性能。但特斯拉做到了通过材料的优化，不需要热处理，铸态的零件材料既可以满足零件的性能要求。另外，在重量上，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相对于 Model 3可实现10%的减重收益，但是在成本上并没有增加。传统5公斤左右的铸铝结构件，材料成本占30%，而工艺成本占到了70%。特斯拉此次采用的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结构，从整个零件的重量上增加之后，再加上不需要热处理、没有机加工等工艺，实现了与钢制车身相当的材料成本占70%，而工艺成本控制在30%以内。综合考虑，整体式铸造后地板或可以节省约600个连接点，最终有机会实现通过一体式压铸后地板提升生产效率，成本不增加。但是铸铝材料并不是完美的，铸铝材料的机械性能相对于钢制车身抗拉和屈服强度它是偏低的，但是铸件的结构可塑性比较高，所以在结构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加强筋的结构设计来实现不同区域的强度要求。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担心一体式压铸后地板结构会带来维修成本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整车设计过程中一般会分为低速碰撞区和高速碰撞区。低速碰撞区一般设计可更换的前后防撞梁这样的结构，一旦发生低速碰撞，可以更换这些结构来维修。但是车体上高速碰撞承载区一旦发生高速碰撞，无论是何种车身结构，维修成本都是不低的，而且略严重的情况大概率会导致整车的报废。那这样激进的制造方式其实也是有短板的。压铸过程将铝液填充到模具的腔体内，在远离浇铸口的地方容易出现气孔疏松等质量缺陷。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较大吨位的压机，在压机吨位增大之后，也会带来铝液的快速流动，会充斥到模具，从而影响到模具的寿命。那为什么特斯拉会选择后地板结构作为一体式压铸结构呢？特斯拉的工程团队在整车的开发过程中秉承着2个理念：一是不断追求整车的提升效率；第二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据不明渠道消息说，特斯拉正在开发一体式压铸前舱结构，再下一步应该就是一体式压铸增舱结构，为最终实现 CO2 car 这样一个更为高效的集成理念走下坚实的下一步。总结一下，在我看来，特斯拉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为了缩短
从材料到产品的实现路径，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或许这已经揭开了汽车行业又一次变革的序幕。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关于整车架构的创新设计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黑科技设计。